大家好，我是华哥，今天是10月20号的星期一，我们来分析接下来的行情。美联储从9月降息以来，对接下来的降息是持开放，以及对接下来的缩表政策也是放出积极信号。这些政策对风险市场其实是利好，但是川普政府的关税战还存在着不确定性。那金融市场最怕不确定性。我们需要关注接下来10月24号的 CPI 的发布，那这个消息可能会给市场带来一些波动。10月10号和10月11号的加密货币市场的暴跌，那个清算的金额达到了历史之最。我想问一下朋友们，你们还好吗？来，我们一起看一下比特币，这是比特币的周线级别。比特币的这一波暴跌，最低跌到了10.02万，然后现在价格稳定在10.08万到11万之间这个价位。然后现在这个价位呢，也是在周线 MA20和 MA30通道的附近，然后也是前高的这一个支撑位的位置。然后也是周线级别的布林带附近啊，我倾向于11.02万、3000这个位置，就是这一波回调暴跌的底部，然后现在应该是一个整理底部的一个形态啊，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像这种暴跌，往往会需要短则2到3个周，长则3到5个周的修复调整期，而现在应该就是在这个调整期的末尾，这就是我的一个看法。然后接下来可能筑底，然后开始一波新的上行，或者说一种别的一种趋势。让我们看一下12小时，12小时的布林带已经开始缩口，倾向于接下来的行情会往上反弹，然后在这震荡，然后再去选择继续往下还是继续往上冲啊。然后4小时级别已经走出了一个上行的一个小趋势啊，已经走到了 MA20和 MA30的上方啊，倾向于这边再震荡震荡，或者是震荡上行，震荡上行。它的上面的第一个压力是11.5万，你看这个地方是120和200的一个压力位，然后日线级别也是，日线级别那是20、30、60和120这附近，像11.4万到11.57万这个位置是一个第一个压力位，也是这一波下跌以后第一个反弹的一个高点啊，这个地方我们要格外注意一下。如果后续有什么利好，那么可能还会冲击12万这个位置。这就是我对比特币，接下来的行情一个大体的一个看法。我是看一波反弹，然后后续看看是否还会有利好，然后让行情继续冲。好，我们来接下来看一下比特币的量价的关系。我们看一下比特币的周线级别。周线级别，看从周线级别从这个这个位置往上走啊，它的价格走势越来越趋向于平缓，然后它的能量也逐渐的降低，然后我们看一下月线级别，月线级别也是啊，月线级别也是，你看这个高点跟这个高点出现了一个背离的现象，周线级别和月线级别的背离现象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一个点，特别要注意的一个点，非常重要，它决定了中长期的趋势的行情接下来会怎么走。那牛市进行到现在，已经进行了2年的时间。虽然有华尔街的介入，各种机构的介入啊，改变了比特币的资金结构，但是毕竟是刚刚开始。我倾向于比特币的4年周期的规律还是存在的，所以我对于接下来的比特币的策略是保守。我不是看空现在的比特币，而是现在属于牛市后期。
那么不管是仓位还是持仓时间，应该做保守的计划。以太坊这一波暴跌回调最低点达到了3440附近，然后现在价格稳定在了3900、4000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周线级别 MA20的均线这里，然后再就是一个前面这一个呃支撑位4000的一个支撑位，然后日线级别它跟比特币一样，也是完成了日线级别的2次回踩，然后已经开始要走一波新的行情，然后它接下来的压力位，如果以太坊没有独立行情的话，那么它的走势肯定是跟比特币同步的。那么它第一个压力位肯定是也是这一波第一波下探后的反弹的高点是4270到4200这个区间，也就是日线级别的 MA2030。然后后续如果说同步比特币还有什么额外的利好，那么可能还会再冲击4700这个位置。以太坊这一波牛市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创下历史新高，只是插针然后就下来了表现说实话挺邋遢的。但是这一波回调，它实际上还表现的还比较强势。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汇率对儿，汇率对儿从周线级别来看，它也是在一个上行趋势的啊整理阶段啊。如果说接下来还有牛市，或者说以太坊或者有什么好的利好，那么可能还会冲击0.05这个压力位。那么最好的状态就是，就像比特币宽幅震荡是吧？以太坊走出一波行情高潮，对吧？那么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那么尤其是你看以太坊的机构储备，你像 Bitmain 从9月底到10月4号到10月11号甚至就是前面这一波暴跌，它都是加了巨量的仓位。那么这肯定是对现在的市场价位起到了一个稳定军心的作用。那是不是会有什么一些利好的炒作呢？这个我们边走边看，好吧？我是希望它能带来一波独立的行情，然后让整个市场进入一波疯魔阶段。那么毕竟是资金想要派发，那么肯定需要一个比较不错的市场情绪，是不是啊？比较好的价位。那么现在它在加仓，那对于后续的价格，我觉得是有一定的想象力的。那呃，比特币和以太坊，其实我对它俩的看法现在是比较矛盾的。比特币我是觉得偏保守了，但是以太坊现在种种的一些迹象，我反而对它有一点期待。当然，这种期待也是建立在牛市在的基础上啊。我肯定是希望有行情，对吧？但是我们现在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那总结一下啊，现在的阶段，我的观点是，现在是一波新的反弹的启动阶段啊，手里有货的就拿住，没有货的呢，我倾向于现在可以加仓，或者说是逐步加仓的计划。好，这就是今天我的分享，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觉得不错，希望你订阅、点赞、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拜拜。